男人刚得到服务就变脸了，抓住洗头小妹的脖子。小妹被室内的氛围所吸引，眼神开始变得迷离，不断戳着那个电子手环。接着男人拿出已经准备好的剪子给小妹理个发，没想到小妹突然开始神秘地笑了起来。男人迷茫地四处张望，你是谁啊？一个戴帽子的大块头不知不觉就站在了房间里。男人拿剪子威胁，壮汉一脸鄙视，他被一个巴掌打趴了。征服男人后，大个子进浴缸帮小姑娘解开绳子，而男人则坚持不懈地上前阻止。大个子看到后赶紧拿起剪刀，迅速而准确地刺入他的脚踝。这招让男人彻底乖乖听话。然后壮汉给他老板打电话，问他得赔多少钱。老板说200万，男人却说自己没有那么多。壮汉马上行动，开始搜男人的衣服，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。结果确实如男士所言，他只有30多万的身家，不能就这样算了，得再想想办法。大个子只能揍他。是的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性交易组织。然而谁能想到，背后操纵一切的头目居然是个普通的学霸高中生。小智为了赚大学费用，开发了一个在线接单的 App， 女孩子们只要上传照片就可以了，只要能被聘为按摩师就可以挣钱。保镖李叔负责去接待客人，发生紧急情况时只需敲击电子手环，发出求救信号就行了，李叔会立刻过来。软件的安全与易用，很多女孩都被小智吸引来打工了，就连校霸喜欢的女朋友有点敏感，也是小智手下的女孩。可敏熙不知道小智是谁，跟每个人说些什么，开始引起怀疑，都是用的人工智能的电子音。小智觉得每天都见这些看起来很漂亮的女孩子真的很无聊，直到偶尔看到窗外有人在踢橘子，她风姿绰约的模样，小智被深深吸引住了。几天后，班主任忽然找他聊天，虽然小智对此社团没有兴趣，但他也没有完全拒绝邀请。然而意外的是，这个社团的另外一个成员竟然是橘子。小智晚上接到橘子的消息，说第2天要在咖啡馆见面，这是他第一次约会，他既高兴又紧张。为了给女神留下深刻印象，他告诉李叔，明天全面停业，不接收任何订单和保护请求，准备充分了。第2天，小智按照约定来到咖啡馆门口，他看到橘子时完全慌乱了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本来想用现金付账，没想到不小心滑手了，居然把几10万的钞票都扔在地上了。这激发了橘子的兴趣，听说小智的父母早就把他甩了，他怎么就能轻易拿出这么多钱来？于是他细细地打量着眼前的男生，他居然看中了最新款的手机，这让橘子更迷惑了。就在这时，小智的手机突然响了，他找借口去了洗手间，瞄了一眼手机，竟有女孩发求救信号。小智让大家不再接单，可敏熙为了给校霸过生日赚点钱，居然私接了活。眼前的人长得真难看，还举止不得体，而且伤痕累累，他觉得有点奇怪。他一进房间就准备去洗澡了，客人莫名其妙地出现在后面，找那个老人，赶快叫他来吧。那个讨厌的老家伙，这个顾客就是上次被李叔狠打的家伙，这次他找了几个帮手，他现在有几个人帮他，我要找敏熙帮忙给李叔报仇。小智收到求救信号后立刻回应，马上给李叔打电话。不巧的是，李叔的手机出了故障，正在修理店里维修。小智左右为难了，一边是喜欢的女生，一边是和我在同一班级里打工的同学，他不知道该怎么选。而且如果他亲自去了那里的话，身份肯定会暴露，但毕竟涉及到人命问题，小智犹豫不决，还是先去救敏熙吧。而此时的敏熙已经被束缚住手脚，男人掏出剪刀，慢慢地走向她，女孩不停地戳着电子手环，给老大发个信号，求他快来救她。收到敏熙的求救信后，小智立刻回应，到了酒店底楼，给楼上那个奇怪的男人打个电话，请留意，警方将使用电梯进入酒店。小智告诫他们赶紧出房，否则就等着被抓回去。变态男不相信小智敢报警，如果他们被抓住，敏熙就逃不了，也觉得小智不会做赔钱的买卖。突然间，外面传来了警车的呜呜声，他往前看了一下，楼下果然有一辆警车停着，吓坏了变态男，他逃跑了。小智告密了隔壁房间，敏熙赶紧从安全通道中撤离。他书包上的超可爱小饰品，小智躲藏在角落里，看到敏熙从酒店逃出来，他急匆匆地赶回咖啡厅，橘子已经不在了，只有我的背包还在店里。小智回家的路上心情特别低落，他以为自己已经全盘掌控，没想到和女神的约会还是泡汤了。他还不知道自己背包里的工作手机不见了，这个偷手机的家伙就是橘子。他觉得小智的钱可能不合法，于是抢走他的手机，试图揭开背后的真相。他随便输了自己的生日，结果竟然解锁了手机。他随意地翻看着手机里小智的私人信息，然而内容却让他大吃一惊。
手机里竟然存着一堆美女照片，还有很多大额转账记录。这一切让橘子迷糊了。小智直到放学才意识到另一边的情况，我才发现手机不见了。他急忙打开定位，疯狂冲向手机。而此时橘子正在网吧里玩游戏，看看小智手机相册里的照片，总会开怀大笑。随后还有一堆现金的照片，于是他收起了笑容。没想到小智居然这么富有。同时一道求救的信号被发射出来，马上发现了闵熙的真实身份，于是迷迷糊糊地选择了保护选项。他还没搞清楚情况就看到小智急切地在网吧里找寻着。橘子这才明白手机可以追踪位置，他赶紧关机，偷偷溜出网吧。另外一边，闵熙在工作时又出了一点意外，吓得他心都跳出来了，还在害怕之前那个变态男人的遭遇中无法自拔，出现了幻觉，把客人的脸看成了有问题的男人。幸好季叔及时到了，带他吃点东西让他开心。面对这情况，李叔建议闵熙以后要认真学习，不要再当洗头小妹了。但是闵熙却不同意，他想要挣更多的钱，能养活校霸继续下去。两人闹翻了。谁知道橘子一直跟着闵熙到这里，听他们之间的对话很清楚，终于弄清楚了心里的谜团。小智一无所获地回到了家，突然接到了自己手机打来的电话，他犹豫了很久才按下了接通按钮。月薪多少？我这边有几个女孩子。小智立刻开启定位功能，给李叔发个截图，让他找找手机在哪。而橘子对眼前的情况毫不知情，还在不断地惹小智生气。你能为了找回手机做到什么程度？你想都想象不到。那就学狗叫吧，狗怎么叫？像狗一样汪汪咆哮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橘子看到了李叔从桥下跑来，他突然明白了，只要按下开机键，手机的定位会自动启动。你想找麻烦吗？面对威胁，橘子轻蔑地笑了笑，我会再找你的，真烦人。手机丢了，小智超级焦虑，里面的信息被曝光的话，后果太可怕了。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，第二天竟然翘课不上学，这样行不通啊。他决定逃离，带着钱去一个陌生的地方。他很快地整理好衣物，把我这些年挣过的钱整理完行李后，他开始有点犹豫，因为这一路程，没想到橘子就这么消失了。有人敲门，他通过猫眼窥视外面的情况，真的是橘子，就是这妖巧。小智开门后，橘子声称是班主任派来看看他的情况。走进屋子，橘子要去小智家借厕所，然后他再次给小智打电话。小智听到电话后，立即跑去阳台把门关上。卫生间里的橘子又开始捉弄小智，告诉他多学几个狗叫声。这次小智就乖乖退让，汪汪叫。橘子很满意，马上给了小智一个地址。小智顾不得啥了，快去洗手间，对着橘子说得走一趟，接着就直接冲向那个地方了。把小智趁机赶走后，橘子随意地打开了他的行李箱，在里面发现了一堆钱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听到门锁被打开的声音。橙子吗？别总是这样做。女孩在吃饭的时候害死了她的父母，然后迫不及待地望着他们剩下的饭菜大吃大喝起来，直到有人喊她的名字。橘子呢？她的红眼血丝立刻没了，而父亲则满脸疑惑地望着她。一切都是橘子的幻想，真是太荒诞了。作为一个富豪家族的千金小姐，一直以来一直在，她一直被父母严厉管束着。父母早餐享用着丰盛的海鲜和肉类，橘子只能喝黄瓜汁一杯。长期的抑郁环境让她反复幻想杀死父母，久了之后人变得越来越叛逆，只能通过做坏事来满足内心的快感。她开始对班里最老实的同学小智有点意思。橘子偷走他的手机后，惊讶地发现他居然是援交组织的幕后大佬，这引起了他的兴趣。他就去了小智家，想骗取他全部的钱。然而就在他快要成功的时候，突然听到门锁被打开的声音，橘子被吓到，立刻躲进了衣柜。来者已经不再关心小智的父亲，在房间里到处看看，无意间撞到了行李箱，钞票到处都是。看到儿子有这么多钱，他高兴得不得了，立刻从厨房拿一个塑料袋，将所有钱放进去，然后他匆匆离开了小智家。所有事情都被藏在衣柜里的橘子下一目了然。为了防止爸爸拿走这笔钱，橘子尾随他进了电梯。打开门的时候，立刻冲上去抢塑料袋。爸爸猛地推开橘子，手机掉地了，不小心打开了定位功能。同时出租车里的小智快不忍直视找手机位置，突然发现自己被骗了，居然被人骗到了家里，于是让司机转回去。而橘子这边还在和老爸纠结，两人谁都不愿意妥协。爸爸一抬腿就是一脚，橘子摔倒了起不来了。但没想到才刚扔掉橘子，在下一个拐角处，我碰巧遇到了正要过马路的小智。父子对视，彼此的表情都挺复杂的，但爸爸却一点都不犹豫，迅速把公交车当作防护物，跟着车流走离开。
小智还在四处找爸爸，突然间就看到了一个橙色的水果，喘着气跑过来，而后面的保安赶上来，把手机交给橘子了，案件终于解决了。小智难以置信的心情低落，原来是自己钟情的女神。他冲过马路去了，想好好教训一下橘子，但没想到居然被橘子摔了一地。其实橘子也挺内疚的，他只是想逗逗小智，没想到事情会弄成这样。第二天，他们一起去找他爸爸要钱，爹竟然花光了所有钱，都买了电子货币，一看就能看出这是个骗局。而父亲则坚决保证一定能赚钱，谁知这么说一下，立刻赔了91%。为了防止橘子拿走电脑，爸爸还在梦想暴富呢。俩人吵架了，别忧心，我希望你能尽快完成。不可以，现在不仅没钱了，电脑也坏了。小智沮丧地走了，因为资金突然断掉了，所以李叔开始要求拖欠的薪水。组织马上陷入了无人管理的混乱状态，女孩们纷纷离家寻找新的出路。小智连饭都买不起，只能在仓库干搬运工的活，赚的钱勉强够过活。种种压力把他逼入了死角。就在这时，橘子突然找到他，并给了他一大笔钱。这笔钱当然不是免费的。第二天，橘子带小智去了拳击场。这些体型完美的肌肉男神都是橘子在学校交了好多朋友，虽然看起来就是个高中生，他们私下里都在依赖富婆谋取额外收入。看到眼前的情景，小智好像进入了新的世界，而他们现在还不知情，他们将面临一个毁灭性的深渊。如果我一贫如洗，你会离开我吗？当然可以啊，别逗了，快回答吧。你难道只是为了钱才和我在一起吗？当然是因为金钱才跟你在一起。女孩努力挽回校霸男友的心，不怕牺牲自己的肉体，为了男友大肆花钱，谁知道竟然碰到了变态。从那以后就留下了心理创伤，每次见到客人都会感到紧张，晕过去了。这种心态让敏熙无法继续工作。其他女生在组织中因小智的资金问题而受到影响，大家都离开了去找工作。几天内，这个庞大的援救组织就要分道扬镳了。为了保持组织的运转，小智只能和橘子合作。他们把字标放在了那帮拳击馆的壮汉身上，发了一条招高薪兼职的广告给了大家，以为这帮人会上当，却没想到还被人狠狠地用短信嘲笑了。橘子很疑惑，然而小智却告诉了他，这帮人体格强壮，还有个稳定的有钱女人资助他们，他们根本不需要我们帮忙找客户，更不需要我们提供安保服务。橘子虽然有点不好意思，但还是觉得小智说的对。然后第二天，他就去看了下自己开的演艺公司，一群实习生在舞台上接受考核，他们为了实现出道梦，已经付出了很多努力，在这段时间里一分钱也没挣到，我只能靠家里支持生活。这个实习生对橘子说，因为没钱交房租，想放弃娱乐事业，回家解决现实问题。眼前有个机会，橘子立刻找了小智，快来，有个高薪兼职短信发给了练习生的手机上。虽然他意识到这是不好的行为，但仍然无法抗拒金钱的引诱。他犹豫了好久，最后还是打开了链接。很快就到了练习生第一次接待客人的日子，橘子非常兴奋地来到小智家，想和他一起见证这个重要时刻。他没想到话会是第一个来的，他特担心练习生会碰上变态。别担心，小智说他亲自挑选了客人，就是为了让新人对这个行业放心，消除顾虑。很快就有客人评论了软件，给练习生5星好评。跟着这个节奏走，两人重新挣回了钱，很快就能解决。意外又发生了，他们打算去社团的办公室讨论接下来工作的计划，然后推门进去，居然发现了警察坐在那里，而对面坐着的是敏熙。那天在旅馆里，警察发现了敏熙背包上的吊坠，想到了敏熙可能是个高中生，立即对其进行调查。拥有充足的信息后，这次特地来学校找敏熙问问她的情况。看着眼前的景象，橘子觉得有点不舒服，所以想让警察走开。我们有些事情要在这里办，希望你能把办公室清出来给我们用。警察微微一笑，然后把他们赶出去了。小智紧张地趴在门口偷听，敏熙此刻更加紧张地在房间里感到不安，他双腿开始颤抖。警察一直追问那天酒店里的人是谁。就在敏熙快要崩溃时，小智突然闯进房间。你没资格管这些吧？什么事？警察本来就不能管这事，旅馆也没规定不让未成年人进来，他有权在自己的空闲时间处理个人事务，警察凭什么这么盘问他？同时，警察接到领导打来的电话，有人告发他无法忍受私自盘问学生的行为，要求他立即返回警察局。就是橘子。警察一走，这危机暂时解决了。这事一出，要是让敏熙继续待在组织里，肯定会有麻烦的。晚上，橘子是我们的头目，给敏熙打电话，让他离开组织。他的精神有点不太稳定，无法好好招待客人。敏熙还希望为自己争取，我有能力工作，
那就去工作吧，但我们不想跟你合作。然后李叔夺走了他的手机，重置为出厂设置。敏熙努力央求李叔别这样做，如果没有这个钱，校霸一定会跟他分手。可李叔只能服从指令，把敏熙手上的电子手环拿走。这意味着从此以后，敏熙不再有人保护。第二天，敏熙见到志浩，径直向前抓着他衣领，问他昨天到底听见了啥，并警告他别往外说。他没想到小智居然会这样回应他，最好保密，否则他会受益不多。这个操作让敏熙很迷惑，于是他产生了疑问，并向他提问：你对我有好感吗？我希望你不要回答喜欢，千万别说。他想得越来越离谱，小智只能胡乱编个借口说他其实就是不喜欢学生的权益被随意踩踏，所以当看到不公平的事情时，他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。这个话让敏熙产生了新的想法，他邀请小智晚上和他一起去个地方。为了看着他别闹出什么事，小智只能同意。没想到敏熙居然拉着小智去见李叔。李叔不知道面前的高中生就是他的上司。敏熙坐在李叔的对面，一开口就要大动干戈，说如果组织不要他了，他就闹得鸡飞狗跳，让所有人都晓得，并且还请上小智一起来。小智是我的证人。李叔无所谓，对这些小孩子的把戏不感兴趣。黑老大发现老婆找了个男模，线上聊天里，男模一直叫老婆姐姐。黑老大气到牙痒，要报复这个小子，于是他约了对方去了酒店。刚开始的新练习生对这个奇怪的房间觉得有点吓人，刚想离开时，突然有个男人站在我身后。你想干嘛？你这个家伙。哥们到了，帘子掀起来后，黑老大现身。面对那两个大块头，练习生觉得很无助，但是职业道德提醒他，无论客人有何需求，他完全没有反击的能力。突然，两个胖子拿出胶带，将他捆成粽子。接着，黑帮头目掏出一张他太太的照片，问他是否认识。练习生被吓得频频摇头。这是你的客人，你忘了？无论实习生怎么否认，都无法改变事实。黑大哥都不信了，他从练习生身上找到手机，用老婆的软件账号发了消息，但他的手机没响应。看来练习生说的是真的，他老婆有别人了。黑老大不想就这么算了，于是决定和实习生达成一项交易，只要他说出水管组织，让他安全离开。在他逼迫下，练习生只能揭发季叔。敏熙还在缠着李叔，请求他重新加入我们的团队。李叔威逼两个人再不走的话就要晚了，要惩罚他们自己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有很多黑帮成员从角落里走出来，手里拿着棍子。这帮人都是黑帮头目麾下的打手。李叔让小智和敏熙快走，留下来对付这些黑帮的人先留下来。有个人突然跑过来，李叔一拳砸向他，让他的头撞上了玻璃柜。有人拔出刀子，刀一挥出，被李叔一把按住了。残酷的方法让这帮人认识到李叔很难对付的，于是群众涌上前来。李叔很快被这帮人打倒，无力反抗。他们给李叔注射了一针镇定剂，而李叔拼尽最后一口气反击，然后感觉很累。突然，黑帮头目出现了，为了救出李叔，他毫不犹豫地对着他的头砍了一斧子。小智用护栏牢牢阻挡住了追来的人。李叔赶紧带着敏熙从后门离开，小智独自一人面对那群恶名昭彰的黑帮分子。他打算翻过栅栏逃走，被强行拉下来按到地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黑老大发现自己手机上还有一样的软件，于是用老婆的手机发了一条短信。果然，下一秒小智的手机屏幕亮了，找到了，就是你。小智被黑帮大哥带回了家里，被捆绑住了。他威胁要慢慢折磨致死我，说着就拿出锯子来，让小弟砍掉他的手。小智在那里痛苦的呻吟，声音太大，老婆就来了。黑帮老大看到情况，立刻说明自己正在重新装修房子，迅速合上门，让我把现场收拾利落。可是这时候，老婆突然冲进了房间，问他在忙什么。应对妻子的责备，黑老大一口气都把委屈倾诉出来了。就是因为你出轨，我才会做出那么极端的举动。我都发现了你和其他男人的事情，你瞄了下我手机，这有必要吗？他指了指被五花大绑的小智，他变成这样是你的责任。但是老婆却说，黑老大并不信任。小智明显收到了他发的消息，只能说给他听，我负责和客户沟通，所以在软件里收到了客户的消息，小智的交友团体，方便管理又省去房租，这让黑大哥很感兴趣。旁边的小弟肯定觉得有鬼，先别管小智，先把老大解决掉。为了自保，小智跪下求饶，我可以留下来顶替他们工作，还会负责自己管理的组织的流程，交给他们所有的东西。找到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人才。黑大 boss 高兴得不得了，当时和小智一下子成为好朋友。小智想和现在组织的老大打个招呼，然后就给橘子打了个电话，我要在这里工作一段时间，
橘子马上就意识到小智被绑架了，于是开始思考如何解救他。黑老大对小智的才能很欣赏，要求他离开学校，加入黑帮全职。为了让小智摆脱之前所在的团体，黑大哥拿出1整箱现金，让他回来弥补错误。手里拿着这笔钱，小智彻底糊涂了。他只是想着赚些钱上大学，从来没想过让自己掉入这么个死地，对这个橘子实在没辙。两人默默相伴着，坐在公交站牌旁，直到小智走后，橘子打开了他留下的行李箱。当我看到那一箱子塞满了钞票的时候，他当时呆住了，带着箱子去学校社团办公室，把钱藏到沙发的缝隙里。一直以来，他们俩都把赚的钱堆在这儿，从来没有丢失过，所以橘子觉得这里最安全。但他不知道黑大哥追逐他，在箱子里放了个定位器。等他出校门，小智又发了条短信，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橘子造成的，他认为橘子毁了他的一切。拿着手机的橘子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突然，黑社会头子给我打了个电话，最近怎么样？你收到我送给你的礼物了吗？我不同意，我反对你把我们的员工挖走。社长，你说话很成熟呢。一个男人突然冒出来，橘子晕了过去，然后把他拉上车。此时副驾驶座上的人就是黑大哥。黑大哥拿着橘子走进车库，然后他打开车门，想和橘子一起合作。意想不到地，黑帮头头的夫人听到了声音，然后赶了过来，发现车里没有橘子，他突然慌张起来了。他身后突然冒出一个橘子，将刀放在他脖子上。刚刚被刺得很严重的黑帮头目已经无力还手了。橘子要求黑老大释放小智，但黑老大却认为他是在自作多情。就在双方焦灼阶段的时候，有辆车突然冲进门来了。没想到小智竟然是开车的人了，他让橘子赶紧上车，两人开着车逃到了荒无人烟的地方，现在却不知道该干什么了。为了销毁证据，两人被一根橘子点燃的汽车困住了，只能住在一家小旅馆。这几天遭遇了点事情，让他们觉得累得要死。同时，我们之间还增加了几分生死相依的深情。你还爱我吗？应该不愿意了吧？你为什么要救我呢？你怎么样？为什么要拼命跟我混在一起？和我在一起你可能会遭殃的。突然外面传来警报声，两人立刻变得紧张起来。好在只是救护车经过楼下。小智看起来是笑不是哭，他已经疯了，只想一个愿望，就是能够摆脱痛苦。而此刻的橘子也遭受了无比痛苦，于是隔天他去了黑老板开的 KTV， 拿走小智的手机，偷偷塞进了黑老大的工作手机。这样的话，警察就算想调查，找不到小智和橘子的消息。就在一切都快完成的时候，黑大哥突然从背后出现，用一根棍子猛砸橘子的腿。同时敏熙还援交小妹，被校霸发现后进行了一系列调查。他认为敏熙是黑帮老大底下的女孩，于是带上了全校的男生来搞事情。两拨人互相好看，即将动手，立刻开始了争吵。这帮黑帮分子一丁点武器都没有，被学生揍得不敢还手，很快就失败了。为了保护黑大哥，他们马上派来了专业的帮手。学生们虽然年轻，但很有朝气，但实际上不够专业，很快就被打手们全都制服了。就在这时，李叔突然出现了，很快就击倒了所有黑帮成员。橘子偷偷溜走了，结果走到门口的时候被黑帮拦住了。小智及时到场，使对方从楼梯上摔下去。他们正要出门，黑帮首领又赶了过来，牢牢抓住橘子的发梢，往里面拉他。小智呆呆地站在那里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刚被推下楼梯的马仔冲了过来，制服他。紧要关头，李叔慢慢靠近，只用了几下就解决掉那个家伙了。黑老大看着这位狠厉的家伙，吓得急忙躲到了楼顶。李先生朝小智瞥了一眼，以后少联系吧。说完这句话后，李叔毫不犹豫地登上天台，和黑老大决一死战。李叔一直都明白的，小智其实是在背后操控他的老板。他这次来了，是为了复仇，也为了回报老板在困境中的帮助。曾经救过他一次，结果只是来到了天台，被黑帮大佬偷袭了，一根钢筋戳进他的肚子里。黑有痛吗？真烦人！拔掉铁棒，李叔开始进攻，不停地砸在黑老大的脸上。黑老大突然倒地不再起来，但是李叔没有放弃他的想法。李叔骑在他身上，突然黑老大拔出了一把匕首，突然扎进了李叔的腰。尽管如此，李叔仍然坚持看剧痛，继续猛烈进攻。等到警察赶到时，李叔和黑老大早已同归于尽，成为了冰冷的护体。为了破案，警察东奔西走，无意间发现了黑老大手机里的定位。跟着方向，警察来到了学校的社团办公室，找到了黑老大为了跟踪小智送给他的那笔钱。等到小智发现时，一切为时已晚。沙发里所有的钱都被警察带走，
这个消息在学生之间很快传开，闵熙联想起之前的种种，怀疑小智就是组织幕后的老大，于是质问他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。小智眼看瞒不住，坦白了所有的事情，并恳求闵熙的原谅。但没想到闵熙竟然将对话的内容录了音，两人当即产生了争执。过程中，闵熙不慎失足掉下台阶，摔得头破血流，奄奄一息。而小智只是冷漠地将他的手机拿走，将他留在了冰冷的台阶上。这下事情彻底失控了。回到家的小智彻底崩溃，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。眼下只有橘子能够帮他了。救救我，橘子！他们已经走投无路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在警方通缉两人之前赶紧出国跑路。小智慌张地收拾好行迹，没想到打开房门，竟看到校霸站在门口。他已经知道了所有的事情，今天来这里就是为了和小智拼个你死我活。小智瞄准时机，结果刚想跑出去，便被校霸拽了回来。校霸已经失去理智，拿起桌上的剪刀。这时橘子突然出现，举起花盆砸向校霸。随后他架看受了重伤的小智，两人一起朝外面走去。结果刚走到楼梯口，小智便倒在地上。他让橘子快跑，自己已经不行了，这样下去两个人都跑不掉。可橘子并没有弃他于不顾，两个人就这样安静地坐在那里，等待着命运的来临。可就在这时，小智原本绝望的眼神中似乎萌生了一丝希望。等到警察赶到时，屋里空无一人，一片狼藉。顺着墙上的血迹，他来到楼梯口，却发现这里也只剩一片血迹，而小智和橘子早已没了踪影。或许是有人及时出现，将小智和橘子救了出去。